嫁给狐狸是什么体验？它会暖床，尾巴蓬松，吵架时耳朵一抖一抖。村人都说我疯了，我不以为然。我跟狐狸说，至少你会说话。我上个未婚夫是块石头，我守了3年，他连个屁都没放。后来那块石头突然找上门，冷冰冰地说，你偷了我的心。狐狸顿时龇牙咧嘴，九尾炸开，他现在是狐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嫁给了一只狐狸。这事儿说出去没人信，直到新婚夜他喝醉了，毛茸茸的耳朵从发间扑地冒出来，9条火红的尾巴在喜床上铺开，像着了火的云。我端着合卺酒的手僵在半空，狐狸夫君眨着那双媚眼，尾巴尖轻轻扫过我的手腕，吓着娘子了。有点儿，我老实说，但比我想的好。好在哪里？他饶有兴致地撑着脸看我，耳朵一抖一抖。至少你会说话。我把酒递过去，我上一个未婚夫是块石头，真的石头，我守了3年，他连个屁都没放。狐狸夫君笑得前仰后合，9条尾巴乱颤。他叫胡雪生，是我在山上捡的。那日大雪封山，我在石像前除完雪，看见一只火红的狐狸冻僵在雪地里。我把它抱回家，用体温捂了一夜。第2天他醒了，化成人形，说要报恩。怎么报？我问。以身相许。他理所当然。行，我更理所当然。于是就有了这场婚事。村里人都说我疯了，捡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就嫁。只有我知道，比起那块3年不吭声的石头，会说话的狐狸简直好上天。你那石头未婚夫，胡雪生抿着酒，尾巴卷走我手里的杯子，怎么回事？我耸耸肩，我爹定的娃娃亲。说是我出生那年，家门口落了块奇石，算命的说那是天降姻缘，让我18岁时与石成亲。然后呢？然后我18了，把石头洗干净，穿上嫁衣，对着他拜了天地。我扯了扯身上的红嫁衣，就是你今天脱的这件。胡雪生沉默了片刻。你就这么嫁了块石头？不然呢？我歪头看他，抗婚是不孝。再说了，石头有什么不好？不会打人，不会骂人，不会嫌我丑嫌我笨。狐狸的耳朵耷拉下来。你觉得我会嫌你？不知道。我老实说，但你是狐狸精，狐狸精都爱美人，我又不美。这是实话。我名唤阿丑，人如其名。右脸一块巴掌大的胎记，从眼角蔓延到下巴，像泼翻的墨。村里孩子见我就跑，说我是鬼婆转世。胡雪生突然凑近，尖尖的指甲轻轻碰了碰我的胎记。这是封印。他说。什么？有人在你脸上下了咒。狐狸的眼睛在烛光下闪着琥珀色的光，封住了什么东西。我笑了，能封什么？美貌吗？也许是。他认真地说，也许比美貌更贵重。我觉得这狐狸不仅会说话，还会编故事。但无所谓，他手很暖，尾巴很软，比冷冰冰的石头好多了。睡吧。我吹熄蜡烛，明天还得早起。赵大娘家的鸡被黄皮子叼了，请我去看看。黑暗中，狐狸的声音带着笑意，娘子还会看这个？我从小就招动物喜欢。我翻了个身，狗不咬我，猫不抓我，连山上的野猪见了我都哼哼2声才走。那是因为什么？胡雪生没说话，只是从后面环住我，尾巴盖在我身上，像条厚厚的毯子。睡吧。他说，明天我陪你去。我闭上眼，心想嫁狐狸真不错，至少冬天不会冷。第2天，赵大娘家的鸡窝前，胡雪生捏着鼻子，用树枝拨弄着一地鸡毛。娘子，你确定是黄皮子？不确定。我蹲在地上，仔细看着爪印，但肯定不是人。为什么？人的脚印没这么小，也没这么深。我指着泥地上的痕迹，这东西力气很大，能一下拧断鸡脖子。胡雪生的尾巴突然竖起来。怎么啦？有妖气。他眯起眼，但不是黄皮子。话音未落，后院传来一声尖叫。是赵大娘。我们冲过去时，看见她瘫坐在井边，手指着井口，脸色惨白。石头说话了。水井边，我那块石头未婚夫正静静地躺着。
他本该在我家院子里，不知怎么到了这里。他说什么了？胡雪生挡在我身前，尾巴微微炸开。赵大娘哆嗦着，他说还给我。我愣住了。3年来，这块石头沉默得像块真石头。现在他说话了，却是在别人家井边说的还给我。还什么？胡雪生走上前，伸手要碰石头。别动！我下意识喊道。但晚了。狐狸的手指触到石头的瞬间，一道青光炸开。胡雪生被震退3步，9条尾巴全炸成了毛球。石头缓缓升起，悬浮在半空。然后它开始变化，石皮剥落，露出里面青玉般的质地，裂纹蔓延，重组，最后化成一尊盘膝而坐的人像。是个男人，眉目如画，青衣白发，闭着眼，像在沉睡。赵大娘直接晕了过去。我腿一软，胡雪生及时用尾巴卷住了我。这是我声音发颤。你的石头未婚夫。狐狸咬牙切齿，不对，这根本不是石头，这是……人像睁开了眼，那是一双青色的眼睛，没有瞳孔，只有一片冰冷的玉色。他看向我，阿丑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什么东西？我拿了他什么？人像缓缓抬手，指向我的脸，指向那块胎记，封印之下是我的心。他说，你出生时偷走的，我的心。胡雪生的尾巴瞬间将我完全裹住。放屁！狐狸破口大骂，他一个凡人，怎么偷仙君的心？青玉，你别以为换了张皮我就认不出你。300年前你道心破碎，自己把心剖出来扔下凡间，现在倒打一耙。被称作青玉的人像歪了歪头。狐妖，他淡淡的说，让开。不让。胡雪生龇牙，她现在是我娘子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青玉一字一句道，三媒六聘，天地为证。那是根石头。石头？你现在是个人？不对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是个没心的玉精。我在狐狸尾巴里听得头晕。所以我的未婚夫不是石头，是个丢了心的仙君。我的心跳得厉害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共鸣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脸皮下苏醒。青玉飘进一步，胡雪生喉咙里发出低吼，妖气弥漫。就在要打起来时，我扒开狐狸尾巴站了出来。都闭嘴！我说。2个非人类同时看向我。我走到青玉面前，仰头看着这张完美的不真实的脸。你说我偷了你的心？是。证据呢？青玉抬手，指尖轻点我的额头。剧痛炸开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我脸上破体而出。我惨叫一声，捂住右脸，感觉那块胎记在发烫，在跳动，像一颗心脏。胡雪生扑过来抱住我，妖力源源不断输进我体内。够了！他吼道，你会杀了他。青玉收回手，眼中闪过一丝茫然。他承受不住。他喃喃道，怎么会？因为他就是个凡人。狐狸紧紧抱着我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。可是我的心……你的心自己长腿跑了，关他屁事。我在狐狸怀里发抖，脸上灼烧般的痛楚逐渐消退，但那种跳动感还在，一下一下，沉稳有力。青玉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，我要住下。胡雪生炸毛，什么？在他想起一切之前，我要住在这里。青玉平静地说，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他，相反，我会保护他。用不着你。需要。青玉打断他，刚才的妖气引来了别的东西。黄皮子不是偶然，有人或有妖知道他身上有秘密。他看向远处山林，他们闻着味儿来了。我家多了个房客。青玉坚持要住进来，胡雪生坚决不同意。2人，2妖，在院子里吵了一下午，最后我拍板睡柴房，爱住不住。青玉真去睡了柴房。胡雪生得意洋洋，当晚便回狐狸原形，大摇大摆占据了我半张床。娘子，他用毛茸茸的脑袋蹭我，我比那冰块脸强多了吧？强在哪？我会暖床啊。他理直气壮，
你看他浑身冷冰冰的，夏天倒是凉快，冬天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但第二天一早，我发现柴房被改造成了冰窖，字面意义上的冰窖。青玉不知用了什么法术，柴房里寒气缭绕，四壁结霜。他盘膝坐在正中，周身环绕着淡青色的光，美得像幅画。胡雪生扒着门框看了一眼，嗤笑，装模作样。青玉眼皮都没抬。早餐时气氛更诡异，我煮了粥，炒了鸡蛋。胡雪生吃得欢快，尾巴摇得像狗。青玉坐在对面，一动不动。你不吃？我问。我不用进食，看着也行。我把盘子推过去，闻个味儿。青玉沉默片刻，居然真的低头闻了闻。然后他说，火候过了。胡雪生拍桌子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挑三拣四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事实就是你不知好歹。我放下筷子，两人同时闭嘴。从今天起，我一字一句，谁在吵架，谁就没饭吃。青玉，你不用吃，但你也别说话。青玉点点头。胡雪生得意地冲他吐舌头。但太平日子没过2天，第3天夜里，我被奇怪的动静吵醒，睁开眼，看见胡雪生蹲在窗边，耳朵竖起，尾巴绷直。怎么啦？有东西来了。他压低声音，很多。我爬起来，透过窗缝往外看，院子里密密麻麻，全是眼睛，绿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，大大小小的影子匍匐在地，呜咽低吼。是山里的野兽，狼、狐狸、獾、野猪，甚至有几头熊。它们安静地聚集在我家院外，既不攻击也不叫唤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的窗户。他们在等什么？我声音发颤。胡雪生没回答。柴房的门开了，青玉走出来，白衣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他一出现，野兽们齐齐伏低身子，发出敬畏的呜咽。退下，青玉说。野兽们不动。青玉抬手，一道青光扫过院墙。野兽们惊惶退散，但没走远，仍在外围徘徊。他们不是来攻击的。胡雪生突然说，是来朝拜的。朝拜谁？狐狸转头看我，眼神复杂。朝拜你，娘子。他说，或者说朝拜你身体里的东西。我捂住右脸，胎记又在发烫。青玉走回来，站在窗外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那张完美无瑕的脸第一次有了表情，一种深深的疲惫。阿丑，他轻声说，你必须想起来，必须想起来你是谁，我又是谁，否则他们会一直来，越来越多，直到什么？直到唤醒你身体里的东西。胡雪生接话，尾巴烦躁地甩动，或者唤醒别的什么东西。那晚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不是阿丑，我穿着青色的裙子，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万里山河。有人牵着我的手，手心冰凉。把你的心给我，那人说，我替你保管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会碎。他转身看我，是青玉的脸，却又不太像，而我是玉，玉不会碎。我觉得这话不通，但我还是给他了。我低头，看见自己的手插进胸膛，掏出一颗跳动的心脏，血淋淋的，却泛着温润的光。我把心递给他，他接过，小心地捧在掌心。然后他说，等我回来。梦醒了，我坐在床上，满脸泪水，右脸的胎记灼热无比，像要烧起来。胡雪生不在身边。我下床，赤脚走到院里，天还没亮，东方微白，柴房门开着，青玉站在门口，望着远山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我说。他转身看我。梦里我把心给了你。青玉的眼神剧烈波动。然后呢？他声音沙哑。然后你让我等你。我走近一步，你等到了吗？青玉没有回答。他伸手想要碰我的脸，却在最后一刻停住。我回来了。他说，但你不在。我去哪了？你把自己藏起来了。青玉收回手，藏在一个凡人体内，藏在这块胎记下。你说这样最安全，没人会想到，
一颗仙心会藏在最丑陋的印记里。我笑了，眼泪却掉得更凶。所以我不是偷了你的心。我说，是你偷了我的心。青玉终于崩溃了。这个300年来冷若冰霜的玉京跪倒在地，捂着脸，发出无声的嘶吼。胡雪生从屋顶跳下来，变回人形，把我拉进怀里。别看了。他捂住我的眼睛，仙君崩溃的样子不好看。但我已经看见了，看见青玉指缝间渗出的不是泪，是玉碎般的裂痕。青玉碎了一地，字面意义上的。他跪在那里，身体开始出现裂纹，从指尖蔓延到手臂，再到脸颊。裂纹里透出青光，像即将碎裂的瓷器。胡雪生脸色变了，他要散形了。狐狸把我往屋里推，快进去。玉京伞形的威力。话音未落，青玉身上的裂纹突然停止蔓延。他抬起头，脸上的裂痕还在，但眼神恢复了清明。还不能散。他喃喃道，约定还没完成。青玉站起来，身上的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等完全恢复时，他看起来更透明了，像一尊随时会消失的玉雕。你想起来了多少？他问我。一些片段。我老实说，不多。够了。青玉看向胡雪生，狐妖，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不帮。胡雪生斩钉截铁，事关他的性命。狐狸的耳朵竖起来。青玉走到我面前，第一次主动触碰我的脸，指尖冰凉，按在那块胎记上，封印在松动。他说，因为我的靠近。但这不是好事，一旦封印完全解开，你的凡人之躯承受不住仙心，会爆体而亡。我腿一软，所以你们要取走他。我声音发颤，现在取不走。胡雪生突然说，仙心认主，强取只会让他死得更快。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自己吐出来。怎么吐？两妖对视一眼。力竭。青玉说，经历足够强烈的情绪冲击，让仙心主动脱离。胡雪生皱眉，太危险了，万一他承受不住，所以需要你帮忙。青玉看着他，你是九尾狐，最善幻术，我要你为他造一场大梦，在梦里经历生死爱憎。我在外护法，稳住他的肉身。狐狸沉默了很久，他才说，如果失败呢？他死，我伞形。青玉平静地说，你自由了。放屁。胡雪生炸毛，她是我娘子，我娶了她就要负责到底。我在旁边听着，突然笑出声。两人同时看我。你们商量完了？我问过我的意见吗？青玉一怔。胡雪生连忙说，娘子，这是关你的性命。我知道。我打断他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不想吐出来呢？什么？这是我的心脏。我指着自己的脸。虽然我不记得为什么把它给了你，但它现在长在我身上，就是我的一部分。你们凭什么决定我要不要它？青玉的眼神暗了暗。你会死，那就死。我耸肩，反正我这辈子也没活得多痛快。丑，穷，差点嫁给石头。现在有了你们俩，倒是挺热闹，死了也不亏。这话是真心的。但胡雪生不这么想。他一把抱住我，尾巴紧紧缠上来。不许说死。狐狸声音哽咽，我不准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个不嫌我是妖的娘子，你得活到1000岁，不，10000岁。我拍拍他的背。青玉静静看着我们，最后叹了口气。那换一个办法。他说，加固封印，让仙心继续沉睡，直到你的身体足够强大，或者你自愿放弃凡人之躯。怎么加固？需要3样东西。青玉竖起手指，100年黄皮子的讨风珠，1000年狐妖的心头血，还有……他顿了顿。还有什么？胡雪生追问。还有玉京的眼泪。青玉说，我哭不出来。玉不会流泪。院子里安静了。我看看胡雪生，又看看青玉。所以我总结，我们需要去找一只黄皮子讨风，取他的珠子。然后狐狸，你给我一滴心头血，最后想办法让这块石头哭出来。基本正确。我笑了。那就这么办。我说，
先从黄皮子开始。赵大娘家的鸡不就是他叼的吗？找他去。胡雪生欲言又止。怎么啦？娘子，狐狸小心翼翼地说，黄皮子讨封是要他修炼有成，站在你面前问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。答对了，他化形成功，吐出珠子报恩；答错了，或者故意答错，会怎样？他会缠你一辈子。青玉接话，直到你给出他满意的答案。我想了想，那就让他满意呗。我说，夸人我还不会吗？胡雪生捂脸，青玉居然也露出一丝笑意。你果然没变。他轻声说，还是这么莽撞。那天下午，我们进了山，胡雪生变回狐狸原形，驮着我跑得飞快。青玉飘在旁边，衣袂飘飘，像个背后灵。到了。狐狸停在一处山洞前，洞口堆着鸡毛，还有小孩子的鞋、女人的头绳之类的零碎，典型的黄皮子窝。我刚要上前，洞里钻出个东西，不是黄鼠狼，是个穿着黄衣服的小老头，拄着拐杖，贼眉鼠眼，留着2撇小胡子。他看见我们，眼睛一亮，来了来了！小老头搓着手，等你们好久了。胡雪生龇牙，你就是偷鸡的黄皮子。借是借。小老头纠正，我都记账的，等成了先加倍还。青玉冷冷道，少废话，我们要你的讨封珠。黄皮子一愣，随即笑得更欢了。我就知道，这位姑娘身上有宝贝，需要我的珠子镇风。她凑近看我，鼻子耸动，啧啧，仙心啊，还是青玉仙君的心，了不得。我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活了300岁，什么没见过？黄皮子得意地捋胡子，不过珠子不能白给。按规矩，你们得先帮我讨封。怎么帮？小老头站直身子，整理衣冠，然后恭恭敬敬做了个揖。3位贵人，他一本正经地问，你们看老朽像人还是像神啊？问题来了。胡雪生低声说像人，他修为尽废；说像神，他直接成仙，珠子也飞了。必须说像人又像神，他才会吐出珠子，但修为卡在半仙半妖之间。我懂了，这是道送命题。黄皮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，我看看胡雪生，又看看青玉，然后我说，我看你像赵大娘失散多年的爹。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黄皮子张着嘴，胡子抖啊抖。胡雪生直接喷了，趴在地上用爪子捶地。连青玉都别过脸，肩膀可疑的耸动。你说什么？黄皮子结结巴巴。赵大娘啊，村里赵铁柱的媳妇。我掰着手指算，他爹30年前走丢了，说是进山采药，再没回来。赵大娘每年清明都哭，说你爹最爱吃鸡，现在咱家鸡多得吃不完，爹你咋就不回来了呢？黄皮子愣住了。你今年300岁对吧？30年前你刚能化形，是不是在山里救了个人？那人摔断了腿，你给他接骨，还采药给他敷？是有这么回事。那就是赵大娘的爹。我一拍手，他回家后总念叨，说山里有神仙，黄衣服，小个子，救了他的命。赵大娘还当你是什么山神，年年给你供鸡呢。黄皮子的眼眶红了。真的，不信你去看，他家供桌上还有个黄大仙牌位，写的恩公黄老仙。小老头哇一声哭出来。我不知道啊。他抹着眼泪，我就是顺手看他可怜。后来听说他回家不久就死了，我还难过好久。没死。我说腿好了，活到去年才没的。临走前还说欠黄大仙1只鸡，让闺女记得还。黄皮子哭得更凶了。哭着哭着，他张嘴吐出一颗金灿灿的珠子，有鸡蛋那么大，流光溢彩。拿去。他抽噎着，我不要修为了，我要去给老赵上坟。我还得去看看他闺女，那鸡我不能白吃。胡雪生目瞪口呆地接过珠子。青玉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赵大娘跟我说的啊。我耸肩，他爹的事全村都知道，我只是把2件事连起来了。万一连错了呢？那就错了呗。我理直气壮，你看，不是连对了吗？
黄皮子已经变回黄鼠狼原形，叼着一只死鸡，屁颠屁颠往山下跑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念叨：“老赵啊，兄弟看你来了。”胡雪生捧着珠子，尾巴摇成风车。娘子，你太厉害了！狐狸眼睛亮晶晶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青玉却皱起眉，太顺利了。他说顺利的不对劲。话音未落，手里的珠子突然炸开，金光四射，化作无数光点，在空中凝聚成一道虚影，是个女人的影子，青衣白发，面容模糊，但身形和我有7分相似。她开口，声音空灵缥缈：“青玉，300年了，你终于找到我了。”青玉浑身一震：“阿青，但找到又如何？”影子轻笑：“我已入轮回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仙心你拿不走，封印你也解不开，除非……”影子转向胡雪生：“除非九尾狐心甘情愿献出心头血，助我重聚魂魄。”胡雪生倒退一步：“你算计我？”“算计？”影子飘进，虽然模糊，却能看出是在笑。“小狐狸，300年前你偷吃我的仙草时，可没说过算计2字。”狐狸的脸色变了：“我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。等等，我说，你们认识？”“何止认识？”影子飘到我面前，虽然看不清脸，却能感觉他在打量我。“小丫头，你身体里这颗心，原主人就是我。至于这只狐狸……”他伸手虚虚点了点胡雪生的额头，“他欠我一条命。”金光大盛，等光芒散去，珠子不见了，影子也不见了，地上多了张黄纸，上面写着1行字：“3日之内取胡心血来后山古槐下，否则仙心暴走，他必死无疑。”胡雪生捡起纸，爪子都在抖。青玉沉默了很久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他终于开口：“300年前，阿青就是你身体里那颗心的主人，用自己的命救了这只狐狸，条件是有朝一日需要时，狐狸要还他一命。”我看向胡雪生，狐狸低着头，9条尾巴耷拉着。“是。”他小声说：“我小时候贪玩，误食了毒草，是他剖开自己的仙心，取了一滴心血救我。但那时他本来就在历劫，伤了心脉，后来才把心交给青玉保管，才入了轮回，才变成现在的我。”我消化着这些信息，脑子有点乱，所以我慢慢说：“你想要我的心头血，是为了复活他。”影子已经散了，但空中传来一声轻笑：“聪明，用你的血，加上狐狸的血，再加上青玉的眼泪，我就能重聚魂魄，夺回仙心。而你……”他的声音冷下来：“你会变回普通的凡人，丑陋，短命，但至少能活完这辈子。”我摸摸自己的脸：“那如果不给呢？仙心暴走，你死，心碎，我彻底消散，3败俱伤。”院子里的气氛凝固了。胡雪生突然抬头：“我给。”他说。我一惊：“什么？心头血？我给？”狐狸走到我面前，眼神坚定：“娘子，我欠他的，该还。而且……”他笑了，笑得很难看。“而且给了血，我也不会死，就是修为跌回500年，变回小狐狸，得重新修炼。到时候娘子你别嫌我弱就行。”青玉皱眉：“你想清楚了？500年修为不是小数。”“想清楚了。”胡雪生看着黄纸：“3日后，古槐下，对吧？”“我会去，我跟你一起。”我说：“不行。”两妖同时反对。我双手叉腰：“我的身体，我的心，我的命，凭什么我不能去？”胡雪生急了：“太危险了，那是仙魂夺舍，万一他想占我的身体？”我挑眉：“那就占呗，反正这张脸我也不想要，要是他能替我美美的活着，也不错。”青玉的眼神骤然冰冷：“不许说这种话。”他一字一句：“你是你，他是他。我找了300年，不是为了让他取代你，那是为了什么？”青玉不说话了。胡雪生蹭过来，用脑袋顶我的手：“娘子，别闹。”狐狸小声说：“我会处理好的，相信我。”我看着他们俩，一个冷冰冰的玉晶，一个热乎乎的狐狸，都为了我
或者为了我身体里的另一个人在拼命。我突然觉得这张丑脸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好，我说我不去，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活着回来。我看着他们，你们2个都得活着回来。黄皮子的珠子是假的，或者说不是珠子本身假，而是里面的东西假。那根本不是什么讨风珠，而是阿青仙心的原主人留下的一缕残魂。他算计了300年，算计了青玉会来找新，算计了狐狸会来报恩，也算计了我这个转世之身。现在他要收网了。胡雪生开始准备，说是准备，其实就是吃。胡雪生把自己的藏宝洞翻了个底朝天，把所有能增补修为的灵草灵果全吞了，说要死也要做个饱死狐。我陪着他吃，虽然不知道那些花花绿绿的果子有什么用，但味道不错。青玉不吃，他只是坐在院里，望着古槐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第2天夜里，胡雪生开始疼，心头血不是普通血，是修为精华。强行剥离会伤及根本，疼的狐狸在床上打滚，9条尾巴乱抽，把床板都拍裂了。我抱着他，一下下顺毛，忍一忍，我低声说，忍过去就好了。胡雪生咬着我的袖子，眼睛红得滴血。娘子，他呜咽，要是我变回小狐狸，不帅了，你还要我吗？要。我说，丑的都要，何况是狐狸。他笑了，笑出一口血。我吓得手忙脚乱，青玉飘进来，按住了狐狸的额头。青光流转，疼痛渐渐平息。胡雪生昏睡过去，我给他盖好被子，跟青玉走到院里。你会哭吗？我突然问。青玉一愣。我是玉晶。他说，玉不会哭。可你爱过他。我看着他，爱过的人怎么会哭不出来？青玉沉默了。月光下，他的身影透明的几乎要消失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。许久，他才说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他的佩玉。他修炼，我陪他；他历劫，我护他；他剖心救狐，我替他保管。300年，我只是在完成约定。那为什么找我？因为约定还没完成。青玉说，他说等我回来，我就等。等了3年、30年、300年，直到我看见你。他转头看我，青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温度。你不是他。他说，你比他笨，比他丑，比他莽撞，但你活得比他真实。我笑了。这算是夸奖吗？算。青玉居然也笑了，虽然很浅，他一生都在为别人活，为苍生活，为道义活。而你在为自己活。我摸摸脸上的胎记，可能是因为没什么可失去的吧。我说，丑成这样，穷成这样，再不自私点，真活不下去了。青玉伸手，指尖虚虚描摹着我的轮廓。封印解开后，你会很美的。他轻声说，比他还美。那我宁愿不解。我说，美了300年的仙子，最后不也落得这个下场？还不如丑着，至少踏实。青玉的手顿住了，然后他说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青玉收回手，为把你卷进来，为让你承受这些，为300年都没学会怎么哭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我教你吧。我说，教什么？教你怎么哭。青玉愣住了。我拉着他坐下，开始讲我的事，讲我出生时脸上就有这块胎记，讲我娘看了一眼就晕过去，讲我爹想把我扔了，是奶奶拦下的，讲村里孩子拿石头砸我，讲我对着河水哭，讲我发现哭没用后就再也不哭了。后来我就不在乎了。我说，丑就丑吧，至少能活着，活着就能遇见好事，比如捡到狐狸，比如遇见你。青玉静静听着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哭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曾经在乎过。你不在乎他，不在乎我，不在乎任何人，所以你哭不出来。青玉的眼神波动。我在乎。他说，在乎谁？在乎。他停顿了很久，在乎约定，在乎承诺，在乎300年的等待不能白费。我摇摇头。那不够。那晚我们聊到很晚。聊到胡雪生醒来，扒着门框偷听，
聊到月亮西沉，东方泛白。第3天清晨，胡雪生吐出了心头血，一滴金色的血凝在掌心，散发着强大的妖力。狐狸脸色苍白，耳朵都耷拉了，但眼睛亮晶晶的。给，他把血珠递给我，娘子保管。我小心接过，用玉瓶装好。青玉还在院里坐着，望着天边朝霞，一动不动。他怎么了？胡雪生小声问。在想事情。我说，很重要的事情。5时，我们出发去古怀。胡雪生变回狐狸原形，但只有平常1半大，脚步虚浮。我抱着他，青玉飘在旁边，一路无话。古怀在山谷深处，据说有千年树林，树冠遮天蔽日，树干要食人合抱。树下有座小庙，供的不是神佛，而是一尊无面的女子石像。我们到时，石像已经裂开了，裂缝里透出金光，阿青的残魂飘出来，比上次凝实了许多。带来了。他看向我手里的玉瓶。胡雪生从我怀里跳下来，变回人形，虽然虚弱，但站得笔直。带来了。他说，放了他。阿青笑了。急什么？他飘到青玉面前，我的玉佩，300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青玉看着他，眼神平静无波。我不是你的玉佩。他说，我是青玉，一个独立的灵。阿青一怔。你变了。是。青玉说，我学会了等待，学会了守护，学会了在乎。他转头看我。那一刻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阿青的脸色变了。你要背叛我？从未效忠，何来背叛？青玉平静地说，我只是完成了约定，等你回来。现在你回来了，约定结束。他伸手，掌心向上，把仙心还给他。阿青大笑。还？那是我的心。我给了他一世轮回，已是仁至义尽。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金光大盛，古槐的枝叶无风自动，无数光点从4面8方涌来，融入阿青的残魂。他的身影越来越凝实，面容越来越清晰，和我一模一样，除了脸上没有胎记。看见了吗？阿青抚着自己的脸，这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而你，他指向我，只是一个容器。胡雪生挡在我身前，龇牙低吼。青玉却突然动了，他飘到我面前，伸手按住我的额头。闭上眼。他说，什么？相信我。我闭上眼，感觉到一股清凉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游走4肢百骸。脸上的胎记开始发烫，跳动，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。阿青的尖叫响起，你敢？我敢。青玉的声音很轻，却很坚定，因为这300年来，我等的人不是你。胎记炸开了，不是疼痛，而是一种解脱，像束缚已久的枷锁突然断裂，像窒息的人终于呼吸到空气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自己的右手，皮肤光洁，胎记消失无踪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看见青玉在哭，透明的玉屑般的泪从她眼角滑落，在空中凝结成一颗颗青色的珠子。玉晶的眼泪，原来她真的会哭。阿青疯了一样扑过来，想要抢走眼泪，但胡雪生吐出妖火，将他拦住。青玉的眼泪落在我掌心，冰凉，却烫得我心口发疼。3样齐了。他笑着说，身体开始透明化，黄皮子的珠子是假的，但我的眼泪是真的。狐狸的血，我的泪，加上你自愿放弃仙心的决心，封印可以加固了。我抓住他的手。你会消失吗？不会。青玉摇头，但会沉睡。也许几十年，也许几百年。等你想起来一切，等你的身体足够强大，我会醒来。他看向胡雪生，照顾好他。狐狸用力点头，眼圈红了。青玉最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化作万千光点，身体开始透明，融入我掌心的泪珠。泪珠飞起，落在我眉心，缓缓形成一个青色的玉印。仙心的跳动渐渐平息。阿青的残魂发出不甘的嘶吼，但没了仙心的共鸣，它开始消散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他尖叫道，只要仙心还在，我终会回来。金光散尽，古槐下，
只剩我和胡雪生，还有一地玉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摸着自己的脸，光滑平整。胎记没了，欣欣沉睡了，青玉不在了。胡雪生蹭过来，用脑袋顶我的手。娘子，他小声说，你还丑吗？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掉下来。丑，我说，但有人要。狐狸跳进我怀里，9条尾巴紧紧缠住我。我要。他说，永远都要。泪珠完整凝成玉印的刹那，一变突生。我眉心的青色印记突然裂开，不是封印加固，而是彻底破碎。胡雪生惊叫着想扑过来，却被无形的力量弹开。古槐的枝叶疯狂生长，将我们3人紧紧缠住。不对，青玉的声音在颤抖，她透明的身体开始重聚，这不是我的眼泪。阿青的残魂发出凄厉的笑声，那笑声中竟带着解脱。你终于明白了，我的傻玉佩。他从怀中取出一物，正是黄皮子那颗假珠子。珠子在他掌心碎裂，露出里面一小块温润的青色碎片。这才是你真正的眼泪。阿青轻声说，300年前你为我哭过一次。我把那滴泪藏了起来，藏了300年。青玉僵在原地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心交给阿丑吗？阿青飘到我面前，身影越来越淡，不是因为力竭，不是因为救狐狸，而是因为……他一字一顿，我想变成凡人。整个山谷寂静无声。仙君有什么好？长生孤独，看着所爱之人一个个老去。阿青的笑容苦涩，我把心交给阿丑，是想借轮回洗净仙缘。胎记不是封印，是净化，用最丑陋的印记过滤掉仙心的所有神力。他看向青玉，而你，我的玉佩，你从来都不是在守护仙心，你是在阻止它被净化。青玉踉跄后退，身体再次出现裂痕。你每次靠近，都在唤醒仙心的力量。阿青叹息，所以我设下这个局，让黄皮子引你们来，让狐狸献出心头血，让你留下第2滴泪。只有用9尾狐的妖血为引，用玉京的心泪为媒，才能。他伸手按在我眉心，才能完成300年前就该完成的净化。剧痛袭来，但这次不同，不是撕裂，而是洗涤，像污浊的河水被清泉一遍遍冲刷。我脸上的胎记开始发光，不是仙光，而是一种温暖质朴的微光。光芒中，胎记如潮水般退去，露出的不是绝世容颜，而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脸，干净平和，眉眼间甚至还能看出原来的轮廓。仙心的跳动停止了，不是停止，是它终于变成了一颗真正的人类心脏。胡雪生身上的束缚松开了，他冲过来抱住我，尾巴紧张地扫过我的脸。娘子，你的脸还在。我摸着自己的脸颊，只是胎记没了。阿青的残魂已淡如青烟。恭喜，他对我说，你现在是个完整的人了，会老，会病，会死，也会真正的活过。他又看向青玉，至于你，自由了，不用再守着谁的约定，不用再等谁归来。青玉跪倒在地，这一次他流下的不是玉屑，而是真正的透明的泪水。泪水落地，化作一小片青草地。阿青彻底消散前，最后留下一句话：对了，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们，当年那只小狐狸吃的毒草，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，不然它怎么有机会靠近我的心呢？胡雪生浑身一震，古槐突然开花，满树洁白的花朵在夕阳中绽放，又瞬间凋零，花瓣如雪，覆盖了整个山谷。等花雪落尽，槐树已枯，树下多了一块无字碑。青玉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她身上的玉质光泽完全消失了，现在看起来就像个清瘦的白衣书生。我好像……她困惑地摸着自己的脸，变成了人。胡雪生警惕地把她推开，离我娘子远点。你现在可是个凡人，但她也是我们的家人了。我说。狐狸瞪大眼睛，娘子，别忘了，我轻笑，是你吃了他家主人的毒草，才惹出这一堆事。胡雪生噎住了，耳朵耷拉下来。青玉，或许现在该叫他青玉书生，忽然笑了。那是300年来，我第一次见他笑得如此轻松。回家吧。
我说，天要黑了。我们三人并肩走出山谷，回头看时，无字碑在暮色中静立，像是为一段300年的执念画上了句号。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平稳跳动，这一次它只属于我自己。远处村庄炊烟袅袅，赵大娘正在院门口张望。阿丑，你家狐狸又叼走我一只鸡。胡雪生嗷一声窜出去，我没有，是黄皮子。黄皮子。青玉书生摇头失笑。我走在最后，摸了摸心口，那里很暖。番外，300年前，苍山云海间，阿青坐在崖边，赤足悬空，脚下是翻涌的云浪。他指尖轻捻一片青玉，玉质温润，在晨光中泛着淡淡光泽。青玉啊青玉，他低声说，你说修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玉片在他掌心轻颤，发出微弱的嗡鸣。世人皆道，青云仙子阿青，天赋异禀，300岁便修至渡劫境。他的心是七窍玲珑仙心，可通天道，可感万物。他为苍生祈雨，为大地疗伤，为众生讲道。可没人知道，他厌倦了，厌倦千年如一日的仙山岁月，厌倦慈悲为怀的仙子姿态，厌倦那些敬仰又疏离的目光。你知道吗？他对玉片说，昨日我路过山下一座村落，看见一个姑娘在溪边洗衣。他笑得那么开心，因为心上人送了他一只木簪。玉片静静聆听。我想起我第一次收到礼物，是师傅赐我的本命法宝。阿青苦笑，一柄能斩妖除魔的剑。师傅说，从此你要肩负苍生，不可有私。他握着玉片，指节发白。那日，他在山中遇见一只小狐狸，火红的毛皮，9条尾巴还没长全，正叼着一株颜色奇异的草往嘴里塞。阿青一眼认出那是新草，妖类误食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魂飞魄散。他本该阻止，可他顿住了脚步，因为他看见狐狸眼中纯粹的好奇与快乐，那是他在任何修仙者眼中都未曾见过的神情。在最后一刻，他还是出手了，剖开自己的仙心，取出一滴心血，喂入濒死的小狐狸口中。7窍仙心，少一窍尚可存活，但从此仙途断绝，再难寸进。小狐狸得救后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他，不知感恩，反而有些困惑。你为什么救我？他用稚嫩的声音问。我娘说，仙人最讨厌我们狐妖。阿青抚摸他柔软的皮毛，因为我想知道，如果我不做仙子，会怎样？狐狸不懂，但他记住了这个气味。仙心受损，阿青瞒着所有人，只告诉了自己的本命玉佩，那块随他修炼300年，已生灵智的青玉。我要去人间一趟。他说，入轮回，化凡胎，真正活一次。青玉剧烈震动，主人，不可。你已修至渡劫，再进一步便是飞升。飞升之后呢？阿青打断他，另一个更高的仙山，另一段永恒的孤独。他将受损的仙心取出，小心翼翼放在青玉面前，替我保管它。他说，但不要守护它，而要净化它，用最笨拙、最丑陋的方式磨去它的仙性。等我轮回转世，这颗心会找到我。到那时，他顿了顿，眼神温柔。到那时，我想做个普通人。青玉沉默良久，终于应下，主人要我等到何时？等到你明白我为何要放弃这一切的时候。阿青投入轮回前，做了最后一件事。他用仙力在自己脸上留下一道胎记，不是封印，而是一道净化法阵。任何附着在这颗心上的仙力，都会被这道阵法缓慢消解。转世为人的他会很丑，会受尽白眼，但至少他能真实的活着。青玉遵守约定，化作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守在阿青转世出生的村落。他等了300年，看着那个叫阿丑的女孩长大，看着她被人欺凌，也看着她倔强地活下去。但他越来越困惑，为什么主人要选择这样的痛苦？直到胡雪生出现，那只被阿青救过的小狐狸，如今已修炼有成。他认出阿丑体内的仙心，也认出那块石头是青玉所化。再后来，黄皮子的局启动，那是阿青留下的后手。他早料到自己会忘记一切，料到自己可能眷恋凡人的温暖，而舍不得净化仙心，所以他在一只黄皮子体内藏了一缕残魂，设下3重考验。
狐妖要现出修为，证明救赎；青玉要流出真情，学会放下。而他自己，阿丑，要自愿放弃仙心，选择平凡。三者齐备，进化才真正完成。青玉到最后才明白，黄皮子的珠子不是假的，而是主人特意准备的钥匙。那颗珠子里的不是阿青的残魂，而是300年前他留给青玉的最后一句话：当你为我流泪时，你就自由了。古槐树下，青玉流下真正泪水的那一刻，他终于懂了，主人要的从来不是他守着冰冷约定，而是要他学会在乎。在乎一个人胜过在乎使命，在乎真情胜过在乎天道。所以他变成了人，拥有了会痛的身体，会渴会饿的欲望，会为夕阳驻足的情感。黄昏时分，三人回到阿丑的小院，胡雪生还在和赵大娘解释鸡的事情。青玉，现在该叫青玉书生了，站在院门口，有些不适应地动了动手指。我好像会饿。他说。阿丑从厨房探出头，那就进来帮忙做饭。那晚，他们吃了一顿简单的饭菜。青玉书生夹起一筷子青菜，咀嚼得很慢，仿佛在品尝世间至味。怎么样？胡雪生挑衅地问，比你以前吸风饮露强多了吧？青玉书生点头，有温度。夜深时，阿丑坐在院中看星星。胎记消失后，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柔和。青玉书生在他身旁坐下，犹豫了很久，才轻声说：其实他一直都记得你。阿丑转头，什么？主人，阿青。青玉书生望着星空，他的残魂消散前，让我转告你，这一世要为自己活。阿丑沉默片刻，笑了。我会的。屋内，胡雪生扒着窗户偷看，尾巴不满地拍打地面，又凑那么近。但这一次，他没有冲出去，因为他看见月光下，阿丑的笑容是那样真实而明亮。而远处苍山之巅，云海依旧翻涌，只是从此再无青云仙子，只有一个叫阿丑的姑娘和她捡来的狐狸夫君，还有一个刚刚学会做人的书生，在这个小村落里过着有温度的人生。至于那颗心，他现在只是颗普通人的心，会为清晨的周暖而欢喜，会为狐狸的傻话而失笑，会为书生的笨拙而无奈，也会在某个月夜忽然想起300年前坐在崖边的仙子，然后轻声说：谢谢你，让我成为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